一场神秘病毒席卷了土耳其小镇，受到感染的人会出现幻听、癫痫等症状，并且他们不能佩戴口罩，因为病毒的传播方式是通过对话来使人感染病毒，所以每个人都要佩戴一个特殊的耳机。男主大山是生活在感染者聚集地的一名幸存者，他每天都会在病毒预防控制机构外面转上好几圈，因为里面关押着数以万计的病危患者。这天的大山在一家超市购物时，一个女人突然转过身子对他胡言乱语。当大山拿掉耳机听女人的对话时，眼神立刻变得严肃起来，因为眼前的女人正是病毒的携带者。在收银员的一声令下，所有的顾客疯狂地朝着外面逃去，紧接着卷帘门也开始关闭。就在铁门锁死后，一个男孩意外从货架里跑了出来，他与感染者一同被关押在了超市里。女人一把拽住男孩的肩膀，开始胡言乱语。就在对方即将被传染时，大山思索片刻后，还是选择前去营救男孩。他一把捂住男孩的耳朵，将他拽到了一边，紧接着将自己仅剩的耳机戴在了男孩的头上。最终在众人的帮助下，男孩成功得救。可大山却因为听到太多女人的对话，开始变得神志不清起来。他努力地克制住自己的大脑，朝着逃生门走去，最终在砸破窗户后成功地逃了出来。而此时的女人正被一群安保人员押上了装甲车。为首的长官在听到周围的群众称有一个顾客在听到感染者的对话后从窗户上逃了出去。为了防止病毒传染，大黑一行人准备对大山进行抓捕排查。大山在看了自己39度的体温后，赶忙吃了几颗退烧药。随后的他与发小两人来到地下黑市，准备购买着特殊服务。昨天的他在超市与病毒感染者对话的录像被警方发现，现在的他成为了全国唯一一位对病毒免疫的人类。大山希望能通过黑市来将警方手里的视频删掉，可当男人说出需要7000美元的高昂费用后，两人愣了一下，他们只有不到一半的现金。在看到两人犹豫不决后，男人提出了制作假身份的服务，他们可以提供大山一个假的警察局护照，这样他就可以进入警局里删掉关于自己的个人信息。在看到是两人能承担得起的价格后，大山果断地购买了服务。在他进入警局的同时，警员大黑也在调查监控，四处搜寻着大山。如果将他抓住进行实验的话，那么他就可以获得病毒免疫的疫苗，到时候1个亿的小目标简直就是轻而易举。而此时的大山通过假的身份信息成功进入到警局的内部，恰好这时警局里召开了紧急会议，大黑被叫到了会议室开会，大山则利用这个间隙偷偷潜入到了档案室搜索有关昨天的录像视频。果不其然，他在电脑里面找到了自己与感染者交流的整个过程。就在大山准备输入密码删除文件时，黑市给自己的服务密码却显示异常，无奈的他只好返回桌面逃离了档案室。而此时的大黑通过对部长的聊天中了解到有关 X 计划的详细资料。就在5年前，大山曾是这起计划的实验者，虽然当时官方报道的数据显示实验结束后所有人员全都死亡，但昨天的他确实看到了大山又出现在录像上，并且他严重怀疑大山拥有了病毒免疫。于是在部长的同意下，大黑带领着武装部队前往大山的家里准备进行抓捕。当大山的母亲打开大门时，大黑带着武装部队强行对屋内进行了搜查，随后在卧室进行着部署。就在大山走进小区时，保安将情报汇报给了大黑。殊不知就在他们蹲守在家里时，母亲趁着男人不注意将圣诞树挂在了玻璃上。大山注意到情况不妙，在他即将打开大门时，赶忙朝着楼下跑去。最终大黑亲眼看着到手的猎物飞走。而此时的大山躲进地下室，来到了一个秘密刺身点。男人以为他是感染者，于是赶忙掏出电钻准备刺穿他的大脑。就在电钻即将靠近大山时，大山挣脱束缚喊出了男人的名字，男人这才放下了手中的武器。原来大山此次的目的是想询问有关手里药丸上面的图案，他的队友已经死亡，现在只有通过上面的图案来寻找线索。可当男人接过药丸时，却称上面的图案原本是自己设计的，但现如今只有6号防疫区才能搞到这些药丸。这也意味着大山要再次回到警方的眼皮子底下铤而走险。而此时的部长在知道大黑将大山跟丢了后，命令他在24小时之内必须将他捉拿归案。大山在行动前请了博士吃了一顿大餐，他将自己准备去6号防疫区的消息告诉给了博士，那里是出了名的死亡禁区，里面不是乱语者就是精神病，这次的经历肯定是九死一生。两人在干了手里的自来水后，博士给大山进行了送行。他先是找到了昨天给自己办理假护照的老板，购买了一张全新的身份证，然后在老板的提议下修剪了一个时尚的发型。就在理发即将完成时，大黑带领着武装部队突然袭击了秘密基地，幸好老板早有准备，两人从仓库的后门溜了出去。在看到电动理发机还有余温后，大黑只好安排手下继续搜寻着大山，自己则来到上司的办公室，将失败的消息告诉了对方。老板对他的行动非常失望，于是命令大黑以后禁止再干涉这起案件。在打发走大黑后，老板掏出了抽屉里面的照片，而照片里的则是大山的好友杰克。他这次前往6号疫区就是要寻找此人。他永远也不会想到，其实5年前实验室的那场火灾就是防疫局老板所为。
是他亲手烧掉实验室放出的病毒。而此时的大黑在离开公司后，找到了自己的直属组长马特的家里，他将自己准备继续抓捕大山的想法告诉给了马特。马特不但没有阻止大黑，反而非常支持这一举动。在得到组长的大力支持后，大黑朝着马特要了2根蜡烛后离开了这里。回到自己家的大黑在蛋糕上插上了2根蜡烛，戴上耳机，端着蛋糕来到了屋内的一处密室。打开大门，里面关押的正是大黑的妻子与孩子。原来他们也被病毒传染上了精神病，所以大黑才不顾上司的反对，抓到大山研究出解药。在给孩子喂下蛋糕后，大黑瘫坐在地上痛哭起来。对妻子而言，他是多么的无助。而此时的大山用着买来的身份证通过了武装分子的检查。当他即将坐上通往6号驿区的地铁时，一个女人突然拽住大山的手，亲吻了他一下。随后2人双手合十，一同踏上了地铁。紧接着，大山突然飞了起来。下一秒，大山莫名其妙地来到了目的地6号驿区，周围关押着的都是被病毒感染的乱语者。跟随女人的方向，大山来到了一处天台上。他本想着询问到对方究竟是谁，因为他长得跟自己已逝的妻子一模一样。可女人却称自己是一个名叫加伊组织的成员，他们已经等了大山很久，现在唯一能解救苍生的人就是大山。Murat, ben aslında senin kim olduğunu biliyorum. Uzun zamandır seninle iletişime geçmeye çalışıyoruz. Yardımına ihtiyacımız var. 现在的大山才终于恍然大悟，被利用。自己刚才躲避了防疫局的抓捕，而现在又陷入到了另一个组织之中。于是他拿起背包，气愤地朝着外面走去。小美则一直跟在大山的身后。就在2人争论不休时，小美一把拽掉耳机，走到了乱语者的人群中。看到小美没有被传染后，大山以为她也是和自己一样具有病毒免疫的人类。可下一秒，小美从耳朵里拿出了隐藏的耳塞，眼看软的不行，小美便准备对大山利用美人计。在美貌的诱惑下，大山最终还是选择了理智。在留下小美的地址后，他头也不回地朝着外面跑去。事后的小美跟着组织的方向来到了一个秘密基地，而里面站着的正是第2集里与大山一同寻找黑市的约翰。剧情变得更加烧脑且悬疑起来。大山在离开小美后，来到了5年前的家里，这里曾经是他与妻子生活过的地方，只不过现在已经破败不堪。回想起自己与妻子的点点滴滴，大山多少有点不舍。在他坐到床上休息的同时，防疫局的老板正密谋着暗杀计划。他找到5年前的好友，将事情的经过告诉给了对方。现在手下的一个特工似乎发现了大山病毒免疫的秘密，他们要在大黑抓到大山前率先找到大山，不然到时候他们的秘密很可能就会曝光。在给了好友大山的资料后，2人决定用5年前的作案手法解决掉大山。隔天的大山在休息完准备继续寻找好友杰克时，突然一个黑衣人来到大山的身边和他套近乎。下一秒，躲在暗处的同伙用塑料袋将大山抓了起来，他们将他带到了一个秘密仓库里。就在女人命令手下杀掉大山时，小美从外面跑了进来。Bu benim arkadaşım Murat. Bıraksanıza. 原来这群黑衣人就是加伊组织为首的女人与小美是死对头，他们早就发现小美在秘密跟踪着大山，所以才会将她抓到这里，准备消失灭迹。小美当即解释到自己与大山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可能有所误会，于是她搀扶着大山离开了仓库。而此时防疫局里的大黑也在努力寻找着大山的踪迹。他们来到酒馆，找到了与大山要好的博士，眼看对方并不打算告诉自己真相，大黑威胁着博士的家人，如果不将大山的踪迹告诉自己，今晚他就准备回去收尸。在知道大山是前往6号驿区后，他先是来到家里准备母子的晚饭，在安慰完发疯的妻子后，大黑来到厨房洗碗时，发现窗外有人在跟踪着自己，他赶忙掏出手枪来到外面查看着情况。此时的女人正紧张地躲在车里瑟瑟发抖，她就是老板的秘书。现在有3拨人想要得到大山，第一个是防疫局的老板，他不希望大黑发现病毒背后的真相；第2个则是手底下的大黑，他为了制作出疫苗来解救被感染的母子；第3则是在大山身边的小美，她是为了研制出疫苗来解救苍生。大山在看到一群发疯的乱语者朝着他们袭来时，决定在小美的面前展示下自己的超能力。于是他给小美戴上耳机，然后摸着她的大脑。在乱语者的一顿胡言乱语后，大山丝毫不受影响，唯一感觉到不适的就是大脑会产生高烧的反应，所以他才会不停地吃退烧药。在亲眼看着大山有免疫功能后，小美将喝醉的大山带到了自己的秘密基地。眼前坐着的是组织里的元老级的医疗团队，他们一直在研究治疗病毒的方法。如果大山愿意和他们合作的话，相信不久的将来便可以研发出解药。İnanın tanışmayı iple çekiyorduk. Biz yıllardır çalışıyoruz tedavi için. 在看到他们是准备拿自己做实验后，大山赶忙否决他们的邀请，自己来这里的目的只不过是寻找5年前的队友杰克，他不希望拿自己当做小白鼠。Bakın bu çok tehlikeli. Tehlikeli. Tamam. 眼看劝说无果后，小美最终决定会替他寻找杰克，并且会找到他口袋里特殊药丸的生产厂家。在巨大的诱惑下，大山决定再相信他们一次，2人进行了合作。Bir otelden bahsediyorlar. 为了研制出病毒疫苗，
女人带着大山来到黑手党的老巢，准备获取线索。可这里的老大有个癖好，那就是酷爱音乐，他可以为了一卷胶片杀了自己的小弟。就在男人准备解决掉大山时，大山说出了男人身后的音响型号，并且称自己可以帮他调试身后的设备，到时候他的歌声会更加的美妙绝伦。就这样，两人顺利的成为了黑手党老大的朋友。在与男人的对话中，大山了解到，目前市面上的药丸都来自于一个叫国王的家伙之手，并且他非常的谨慎，没人知道他的具体身份。就在两人聊天时，一个女人带着药丸来到办公室，与男人进行了交易。在拿到现金后，女人大摇大摆地离开了办公室，而她就是药丸唯一的接头人。在看到线索就在眼前，大山立马跟着女人的踪迹来到了外面。就在他即将追上汽车时，女人在大山的面前吃下药丸，驾车扬长而去，线索再次中断。无奈的两人只好驾车回到基地，等待下次的机会。而此时的秘书在趁着大黑出门时，偷偷来到了他的住所。在看到桌子上摆满了线索后，他将一些有价值的磁带放入了包里。就在他准备离开时，地下室发出的动静引起了女人的注意。他跟着走廊的方向打开了地下室的大门，映入眼帘的是大黑的母子二人。女人被吓得愣在原地。这时大黑举起手枪出现在他的身后，紧接着将他锁喉拉出了地下室。原来他一直私藏着感染者，要是被公司知道的话，他会被抓捕入狱。女人为了保命，只好发誓不会将今天的事告诉给老板。看着对方如此的诚恳，大黑只好放下手枪，将他放了出去。回到公司的女人立马反水，将大黑的事情告诉给了老板。听到对话的老板先是愣了一下，没想到自己的秘书也对大山的事情感兴趣，于是先让他继续躲在暗处调查下去，晚上再将他邀请到停车场，以重要情报为由给他听一个磁带。看着老板也戴上了耳机，女人没有多想，可当录音机启动时，老板瞬间掐住秘书的脖子，强制性的让他听了里面的对话。原来里面播放的是乱语者的对话，只有将他感染成乱语者，他才会忘记有关大山的一切，这样有关自己的秘密就会少些风险。在老板解决完后患的同时，大山与小美两人在购买磁带，意外撞见了药丸的接头人丽莎。 Sağ elinle tutup sol elinle tutamayacağın şeyler. Sordur. 在确定大山是正常人后，丽莎给了大山一个老年手机，如果想要见国王的话，那就必须按照他的命令，反之将会失去这次机会。因为国王就是大山一直要找的杰克。他们按照电话里的提示来到了一个废弃的办公室，桌子上摆放的正是丽莎教给他的暗语。 Asma bir köprünün başındasın. Köprü bir seferde en fazla 2 kişi alabilir. 在准确地读完信封上的内容后，丽莎让大山打开柜子里的保险柜，而密码则是杰克最喜欢的科学家死亡的年龄乘以17。大山立马分析出杰克最爱的科学家是薛定谔，死亡的时间是67乘以17等于1139。就这样，大山成功打开了保险柜，而里面摆放的则是更加繁琐的数字密码。在对上百个数字分析后，大山找到了最终的密码。于是两人按照数字上的地址来到了附近的一家废弃码头。 走上货轮，一个男人从里面走了出来。他二话没说就让两人脱掉身上的外套。在确定身上没有隐形的电子设备后，两人被戴上头套，坐上了专属汽车。在汽车即将发动时，男人又将小美拽了下来，随后独自拉着大山前往目的地。而目的地的尽头则是杰克为他设计的一场游乐场，里面关押着74名乱语者和一位正常人。最终感染幸存者的乱语者则是最终的获胜者，押中的玩家则会得到丰厚的奖励，而小美则是这场游戏的幸存者。大山必须要在乱语者抓到小美前将她救下来，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无奈的他只好进入迷宫里面四处搜寻着小美的踪迹。就在他精疲力尽、大脑快要爆炸时，小美叫醒了大山，而身后站着的则是杰克和丽莎。Ne haber lan? Sıcak kafa. Demek labirente gitmeyi seçtin. 苦寻5年之久的朋友就在眼前，男人不但没有高兴，反而拿着椅子疯狂地朝他砸去。在释放完内心的怒火后，大山与杰克心平气和地坐在椅子上，互相诉说着苦衷。他这5年整天不是在躲避乱语者，就是防疫局的路上。他不想再成为科学家手里的小白鼠，所以才冒险找到杰克，想让他帮自己清除大脑里面的免疫细胞。就在5年前，杰克与防疫局的老板都是同属于一家研究院的员工。汤姆的想法是将所有感染者囚禁起来，然后再对其进行管理。可杰克却认为需要研究出疫苗来彻底拯救这些感染者。两人在这个话题上产生了分歧，最终大打出手。汤姆一脚将杰克踹晕了过去，在拿走重要的资料后，一把大火烧掉了实验室。幸好杰克在临死前激发出求生的本能，从里面跑了出来。他现在有能力帮大山清除大脑里的免疫细胞，于是准备借助小美基地里的实验室进行手术。就在他们紧锣密鼓的筹备时，防疫局的老板汤姆找到了老队员老白进行的消灭计划。在确定大山就在6号防疫区后，两人立刻行动。而此时的大黑跟着博士给的情报找到了昨天大山来到的黑手党酒吧。就在他准备动用武力时，老白带人从外面冲了进来。他们将大黑带回了警局，随后给了黑手党老大一笔不菲的赔偿。显然他们之间也有着某种利益关系。汤姆将大黑母子偷偷抓了起来，
随后威胁着大黑与自己合作，不然他不保证会不会撕掉。无奈的大黑只好听取汤姆的安排，担任着老白的小跟班。他们先是来到大山的家里，抓走了大山的母亲，希望通过这种卑鄙的方式来逼迫大山现身。就在士兵即将发现花盆里的秘密时，大黑阻止了士兵，随后来到母亲的身边，将真相告诉给了对方。虽然他是防疫局的人，但他会选择帮助大山躲避这些士兵的抓捕。随后在玻璃上贴上红色的圣诞树，将大山的母亲带回了防疫局。而此时的大山并不知道家里发生的事情，他在与小美散步时，大黑正悄悄地跟在他们的身后。就在老白即将发现两人时，大黑在路边上放了一个红色圣诞树。预知到不妙的大山赶紧带着小美躲了起来。回到实验室的杰克在给大山做了一系列的核磁共振检查，他们发现大山的大脑可塑性非常强，这可能就是免疫的原因所在。正当几人探讨着该怎么手术时，医生将他们带到了自己秘密研究的乱语者实验基地，里面站满了各种各样的乱语者。可当他们走到最里面时，一个身穿黄色囚服的男人吸引了大山的注意，他就是乱语者的统治者。大山被男人的笑容吓得昏厥了过去。当他再次醒来时，已经身处杰克的基地里。他在街边的寻人启事中发现了母亲的画像，显然母亲可能已经遇到了危险。于是他和小美两人主动联系到了大黑。在得知母亲被关押在防疫局的消息后，两人决定合作一起越狱。虽然他们曾经是敌对的关系，但现在的高层并不打算研制出疫苗来解救感染者，所以他必须要做出牺牲，到时候能解救他的妻儿即可。晚上的大山在实验室里搜了一大堆化学物品，然后来到防疫局假装自首，紧接着将卫生纸放在了杯子里，弄湿后捂在鼻子上。下一秒，化学迷雾从外面的通风口吹了进来，大黑与老白当场昏厥了过去。在外面的小伙伴接应下，大山成功解救了自己的母亲，几人一同逃出了防疫局。事后的高层将大黑抓了起来，他们认为是他与大山串通才导致刚才的疏忽。于是汤姆电话主动联系到了大山，如果他不自首的话，他们将会对大黑进行处决。大山为了解救被关押在防疫局的大黑，于是主动联系了上司汤姆。如果想要得到有关加一组织情报的话，那么就让大黑代替他们前往旧码头会合。为了防止对方设下埋伏，汤姆让大黑独自一人与大山会面，然后暗地里又派遣老白偷偷尾随着大黑。就在大黑来到船舱里拿枪准备打死大山时，大山却让他抓紧船顶的扶手，紧接着按下了手里的开关。下一秒，轮船发出的剧烈晃动使得老白一行人摔倒在了地上。当他们来到船舱时，大黑早已跟着大山逃离了这里。老白本想着继续追击，可当他来到甲板上时，一支自动步枪出现在他的身后，原来是大黑的助手被判了防御局。紧接着黑市的老板一把夺过老白手里的手枪，下一秒马特带领着手下将老白的武装部队全部押送到了甲板上，最后助手一把将老白打晕了过去。大黑在大山一行人的帮助下最终与母子相聚，现在的他们已经没有了后顾之忧。而此时的汤姆在接到行动失败的消息后，决定对乱语者进行屠杀。他先是在电视上播报了批准平民游行的消息，当小美一行人看到新闻后肯定会有所行动。可令他没想到的是，队长在看到新闻后立刻察觉出这是陷阱。他们抗议了5年也没得到允许，可为何在他们失去底牌后又立刻批准了游行？既然他们想引诱小美一行人上当，那么组长便准备将计就计，释放出一大批乱语者，准备与他同归于尽。在游行日的当天，一大批平民来到了市中心，哀悼着死去的亲人。没想到这次的游行却异常的顺利，组长真的以为防疫局是想与他们进行和平谈判，于是准备取消复仇计划。事后的大山电话联系了汤姆，将加一组织下午2点准备炸掉公司的情报告诉给了对方，并且他们会假扮成工作人员混入内部。在游行结束后的组长果断命令成员取消复仇计划，可这时的成员已经在行动的路上，也就是说大山将真的情报告诉给了汤姆，而此时的对方早已在门口设下陷阱。就在对方即将到达公司的楼下时，一群武装部队将发小一行人抓了起来，随后将他们带到了地下车库准备处决。就在一行人差点被吓尿时，男人脱下了头套，原来武装部队是由马特一行人假扮而成。大山早就料到他们可能会强制性执行任务，所以派遣马特蹲守在门口。而此时发现不对劲的老白将刚才的事情告诉给了汤姆。刚才有一辆面包车在门口被武装部队拦了下来，可当他查询车辆信息时，却发现并不属于防疫局旗下，他们很有可能被大山骗了。于是汤姆让老白准备 B 计划。就在大山与小美庆祝任务顺利完成时，一颗巨大的蘑菇云打断了两人的雅兴。原来是汤姆与老白两人亲手炸掉了防疫局，然后将它嫁祸给了加一组织。在看到防疫局被加一组织炸掉后，总部立刻派遣武装部队对6号防疫区进行强制性扫荡，就算毁掉整座城市也在所不惜。眼看战局已经发展到不可扭转的局面，小美与大山只能先保全着自己。就在几人准备逃跑时，武装部队发出了催泪弹，两人只好先躲在汽车后面避避风头。恰好此时一个士兵似乎发现了他们的踪迹，就在男人准备开枪时，发小利用自己的身体吸引了男人的注意。随着一声枪响，发小被击倒在地。
大山一把夺过男人手里的手枪，来到了发小的面前。而此时的发小已经奄奄一息，他们只好将他带到了小美的秘密基地，准备救治。可这时的医生却称子弹伤及到了他的重要器官，已经无力回天。最终，发小死在了大山的眼前。而门外的汤姆还在对6号疫区进行着扫荡。为了报仇，大山发誓要研制出疫苗来拯救这些感染者。而在这之前，他们先要从这里逃出去，并且还要带着乱语者的统治者一起逃走。5年前，他是和大山一起实验的实验体。大山阴差阳错地拥有了免疫细胞，而老黄则成为了乱语者的老大。他可以凭借一己之力控制着一群乱语者，所以他们必须要带着老黄一起逃跑。在安葬了发小后，大山就此机会召集了所有组织里的成员。Kendimce haklı sebeplerim vardı tabii ki ama bencilce davrandım. 从现在开始，他将会对防疫局展开复仇。如果不想趟这趟浑水的话，他也不强求。几人随后带着老黄坐上了大黑准备好的救护车。就在大黑即将驶出疫区时，一群武装部队拦住了他们的去路。大黑在开门的一瞬间拿掉了老黄嘴里的磨牙棒。就在特种兵即将开枪时，老黄说出了一句话。下一秒，声音直接穿过他们的头骨传到了大脑中。紧接着，几人丢掉手里的武器，成为了乱语者。大黑趁机从驾驶室出来，解决了剩下的武装部队。就这样，几人又再次踏上了逃离之路。小美一脸疑惑地问道：“为何老黄可以在对方戴耳机的情况下传染对方？”可医生说出的3个字却让他大吃一惊。现如今的老黄已经进化出通过骨传导的方式来感染对方，并且他已经有了自己的意识，只是他不想与大山为敌，要不然小美一行人早就被传染了。就在他们逃跑的同时，汤姆正潜入到大山的家里搜寻着线索。他在桌子上看到了大山妻子的照相，而此时的黑手党老大也传来了喜讯。他利用特殊手段搞到了加一组织里的小道消息，于是几人按照纸条上的内容来到码头蹲点着大山。黑市的老板在暗处发现情况不妙后，想打电话通知大山，可以为时已晚。大山一行人已经来到了码头。汤姆在监控上发现大山后，立刻将这一情况汇报给了老白。几人开始收网，而此时的大山的接头人驾驶着水上飞机及时赶到。Uçağın başında olmasaydım nah gelirdim. 大山在与大黑深情的告别后，与小美一同坐上了飞机。最终，老白亲眼看着目标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溜走。小美询问到目的地是哪里时，大山将一个叫博鲁省的地方告诉给了小美，紧接着掏出一个录音机给她，让她休息。离目的地还有2个小时的车程。就在小美打开录音机听音乐时，汤姆拨通了她的电话。大山看着小美手机上的20几个未接来电后，于是好心的替她拨通了对方的电话。可电话那头传来的却是汤姆的声音。原来小美一直是防疫局的奸细。